第35章，找上门来了。独当一面的跑单我已经很轻车熟路了，但是我一点都不快活，反而觉得烦死人。我万万没有想到，最大的烦恼是来自于宋果。自从上次我和他在日光大厦楼下对峙之后，我本来以为这事儿就结束了，他应该不会再烦我了。没有想到这女人每天给我打电话，我实在是不厌其烦，电话干脆就不接。晚上下班之后，我甚至直接关机都办过。他打电话行不通了，就开始给我发短信，给我 QQ 留言，这些信息和留言全是忏悔，说他现在有多么后悔，说他当初做的那个决定有多么草率，然后又回顾我们两个人2-3年相处的很多事情。其中有一件事情，那一次我生病了，他照顾我2-3天几乎没有睡觉，后来我的身体好了，他却在厂门口倒下了，是累倒的。他问我这些事情难道都忘记了吗？我当然记得，我记得我和他在一起的所有美好，但是那又如何呢？宋果和我不是一类人，这一点我现在可以笃定，我们不可能够走到一起。他用尽的招数把自己搞得很卑微，但是我很清楚，这种卑微都是假象。如果我现在忽然落魄了，他一定会立马变脸，就如同在东莞那一次一样，可能到那个时候他会更决绝，模样会更狰狞难看。我能接受一个不能共患难的女人做我的伴侣，这是我的思想，所以我把所有的这些信息都无视。当然，其实我很难做到无视，人非草木孰能无情，我人生最美好最纯真的3年经历的那些点点滴滴，我能忘记吗？这些信息能让我回忆起无数的美好，然后又会让我感到无比的痛苦。有时候我做梦都会梦到那个时候，醒来的时候枕头都有些湿润。更惊悚的还在后面。有一天我早晨上班，竟然在电梯里迎头就碰到了宋果。宋果跟我讲，他被猎头公司裁员了，现在他也应聘上了我们博越科技的商务代表，希望我能够多多关照他。我惊呆了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我感觉自己要崩溃了。我盯着他道，宋果，你不可能被猎头公司裁员，你一定是别有用心，另有目的。为什么不可能？我们公司让我挖博越的人，我一个都挖不到，你们这些销工谁都可以欺负我，不把我放在眼里，我出不了业绩，出不了单，公司当然要裁我。宋果眼泪汪汪的，一副受尽了委屈的样子，我有些话都懒得说了。然后我发现宋果竟然应聘到了一部，我都怀疑这是高燕故意恶心我的，因为一部已经有12个业务员了，再加宋果就13个人了，超编了1人。开早会之后我的脸色非常难看，方柔凑过来问我，怎么了？陈老大，我能帮到你吗？我叹了一口气，不说话。马从敬冲我招了招手，让我去会议室。到了会议室，他劈头盖脸的问我，你和一部的那个新员工宋果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我愣了一下，惊呆了，盯着马从敬道，你怎么知道？马从敬像看白痴一眼看着我，招聘的时候我们是集体面试，这个宋果哭哭啼啼的说你是他的榜样，他想加入博野就是因为榜样的力量。我他妈啊，我想拿脑袋撞墙。马从敬眯眼盯着我道，说吧，坦白一下。我无奈，只好把这个基本情况给马从敬说了一下。马从敬嘻嘻一笑，道，哎呦，我看就像个小绿茶，看来还真没有看错啊，这尼玛想吃回头草吗？不过陈斌，在某种意义上你可能得感谢他，他不跟你分手，你今天肯定还在东莞那个破工厂里面，是不是？我苦笑道，老马，你说的是人话吗？那我要不要现在去报恩啊？马从敬也觉得好笑，道，你瞧瞧，一部真是手段多啊，这种盘外招都用上了，你现在其他的都别管，安安心心的干活，出业绩。我们博越公司的文化就是业绩，其他都是假的，一切以业绩为王。他们恶心你，你就用钱滋他们一脸，这是最有力的招数。马从敬就是这样，万千的变化他能让绕到业绩上来。我跟马从敬说，宋果很可能是猎头公司安排进来的人，可能别有目的。马从敬立刻板了脸，道，陈斌，千万不要乱说话，尤其是没有证据的时候，这种话跟男女关系问题不可同日而语。男人女人的那点事都是小事，是小节，而你说的这个是大是大非，是要负责任的。我盯着马从敬看了半天，觉得这女人有点异常，不过我很识趣的没有再说话，因为有了宋果的存在，我就不愿意带公司了，所以天天就在外面跑杀单。我的业绩也不含糊，我和老唐、老宋合作的网站单都签了，老唐的那一单我没要业绩，只拿1半提成，还他人情。和老宋合作的单2万，我得1万业绩，我自己上个月2个单也拿下了，总共有3万多业绩，算下来我业绩破了4万了。上个月我们都冲得太猛，这个月业绩普遍要低一些，我4万的业绩竟然进了3甲，而且我连续签了好几个单，每一次出单我都能上台分享。周光华手中握了一个我和温小兵对赌的噱头，我感觉他有些刻意捧我的意思。我分享的过程中，他会故意问一些问题，调节气氛，通过这些问题把我衬托的特别厉害，然后他用我的成功在指桑骂槐，敲打公司其他的人，不知不觉我就成了他手中的枪了。周光华用实际行动在教我领导的艺术，我真的受益匪浅。在这个过程中，
不得不提的还是宋果，这个女人似乎主动打造一种崇拜我的人设，只要我上班的那一天，她都会带一份我最爱吃的肠粉给我，而且让部门的人都能看见。有时候我在台上分享有提问的环节，她总是最积极踊跃的提问，搞得我很尴尬。公司很多人都羡慕，说有美女这么大胆的追我，而我没有一点被女人追的快乐，只觉得尴尬，甚至有些恶心。宋果的做法刷新了我的三观了，我甚至想，如果这个时候再有猎头公司找我，我真可能一咬牙，一跺脚撤了算了。